记得等一下出拳的时候，手臂要往前，像这样子。你看啊，季老师，再来。你究竟有多少兼职？究竟有多需要钱啊？好，休息一下。指导就指导，两个人干嘛靠那么近啊？晚上好。哦，晚上好。你刚来的，怎么不进去啊？我带你进去啊。我不是这边的学生，我是季老师，季黄的同事。哦，季黄的同事。季黄在上课呢，你要是有急事的话，我可以叫他过来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的。哎，大叔，您也经常来这边啊？我不是经常来，是天天来。我是这里的馆长，也是拳击教练。宋高潮，这个字可以读潮，也可以读朝，朝夕相处的朝。你叫什么名啊？何彩虹。何彩虹，何博士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说你是季黄的同事，那就是大学老师。现在大学老师，起码也得是博士吧？大叔你很懂行嘛。叫大叔不合适吧？应该叫爷爷，我都80了。不可能啊！您看上去也就比我爸大一点而已啊。比你爸大一点，那应该叫大爷。随便吧，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。我是体院教书的，现在退休了。那也是博士了。博导。哦，怪不得大叔这么有气质，文武双全。大叔可以去演动作片。动作片？你要不要到我们这儿来学拳击啊？爷爷可以训练训练你，保证你80岁像爷爷一样的健壮。宋高潮，宋高潮在这儿呢。你快递来了。宋高招，我去了啊。你有点像我一个朋友。让我来猜猜，秦卫。你怎么可能知道？因为很多人说过，我看起来跟他很像，但我真的觉得他比较帅。先走了啊。再来。好，休息一下。谢谢。嗨，馆长。哎，还没下课呢。刚才有个女孩找你，说是你同事，姓何。哦。出去了，一会儿再回来，说是等你下班之后再来找你。好。很少看到有女孩子找你啊。女朋友？不是。人家可在外面站了很久了。女孩子不错，挺机灵的。是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谈恋爱了。再等等吧。恋爱这种事，最好是全心全意。这段时间，我妈病重，需要手术。我除了教书之外，还有几个兼职，没有太多时间。不耽误，30而立嘛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就知道忙忙忙，最后把终身大事都忙忘了。你说我这个外孙女啊，都31了，就是不找对象。你还不能问她，你一问她，她跟你急。
他爹妈都在外地工作，顾不上他，就得我顾他，我都替他着急。您这么着急，应该没有用吧？哎，急得我呀，都跑到中山公园那个相亲角去了。哎，你别说啊，那个相亲角每周1、3、5，那人呐，乌泱乌泱的呀。我每周1、3、5都去转一转。这样能行吗？还真有相成的。你是文科的博士，文字能力强。我给我外孙女写了个相亲广告，你看行不行啊？江州女孩，31岁，身高1.68米，体重50公斤，金融硕士，未婚。国企事业在编，有独立住房2套，父母外企高管，寻找未婚男士，工作稳定，事业心强，学历相当，户口不限，相貌英俊有气质。这是您写的啊？咋的？我一看，好像是搞人口交易的。像贩卖人口的是吧？要不怎么叫你帮忙改一改呢？你给润润色，别像我这么写的直截了当的，给润润色啊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拜托了。馆长好，馆长好，哎，教练好。好。季老师。何老师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邻居告诉我的。哦，对了，关老师让我跟你说，明天上午9点，学校有一个重要的会议，需要你参加，地址是逸夫苑。逸夫苑。哎，糟糕。应该是2楼，我给你打手机了，一直没有人接。哦，我手机坏了，还没来得及修。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其实你可以让我的邻居知道一下，留个口信什么的，我跟他很熟。哦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好笨。等了很久吗？还好吧，就1个多小时。啊？我刚才课间休息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进来？我刚好饿，我就去买吃的了。回来看你们还在上课，所以……既然都等了这么久了，那再等一下吧。我先去洗个澡，换个衣服，待会儿送你回家。其实也不用再……你这个帮我拿一下吧。会说话，人家一问就把你这点小心思全问出来了，笨，丢人！哎呀，赶紧走吧。季老师，谢谢，走吧。季老师，你累吗？不累。我刚才吃了个汉堡，好饱啊！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走路回家？离这不太远，在吉祥路那边。好，走吧。季老师，拳击适合女生学吗？拳击男女不分，主要是看个人的选择吧。但以健身的角度来说，拳击是不错的。
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前面就是公园。这条路也可以到吉祥路。哦，是这样子。我刚搬来江州，路还不是很熟。没见过这么呆的人，我不就想多跟他走几步路吗？这墙上的门怎么被封住了？那应该是公园的围墙吧？你有多久没来过这里了？10几年吧。哎，要不我们翻过去吧？你可以。我可以啊，走。小心啊。你在上面等我一下吧。好。帮我拿下，谢谢。你在这等着，先下去。这么多年不见，这里突然多了一节废弃的车厢。坐吧，妈。小时候我也喜欢这样，坐在草地上看星星。我也是。我小时候住在山上，树多，地面没有什么灯光，晚上星星很亮。哎。季老师。叫我季黄吧。季黄。季黄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又要做教练，又要做大厨，忙得过来吗？算忙得过来吧。那你这么辛苦，还有时间享受生活吗？有啊。自从我搬到这个城市的第一天，我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，出门跑1个小时。对于早起的人来说呢，这个城市就是他们的。你可以呼吸到污染之前的
第一口新鲜空气，可以向正在打扫街头的阿姨们说声早安，可以吃到早点店铺里蒸出来的第一锅包子。为什么我妈关心的事情就和你完全不一样呢？你妈关心的是什么？我妈天天都在算，住顶楼多少钱，住1楼多少钱，住郊区多少钱，住市区多少钱。哎，有时候能想到，我们的幸福有一大部分是由这些立交桥和商品房来决定的。其实你妈说的也没错，这个城市规定了我们的生活，规定了我们的空间，也规定了我们的欲望和想象。我们家现在住1楼，我妈呢腿有风湿病，所以一到阴雨天，她腿都会疼。我爸开出租，每天天不亮吧就要出车。我刚参加工作，工资也不高，就想给他们在市区换一个带电梯的房子。我估计我10年之内都做不到。我每天看到你，都觉得你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。现在听起来，好像你的烦恼也挺多的。那你呢？你有什么烦恼吗？我爸去世了，我10岁的时候。因病吗？煤矿事故。那天我们听到消息的时候，我妈就拉着我跑到矿上。到了那边，看到我爸出来了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但他说，下面还有10几个人，可能迷路了。我爸知道有一条路可以走，他二话不说就拿他的设备下去了。下去就再也没上来。那，你妈没拦着吗？我妈相信我爸，她认为她可以把那些人都带上来。她临走的时候，悄悄地跟我说，万一他没上来，让我好好的照顾我妈。有的时候还是会做噩梦，梦到那天的事情，梦到每一个细节，甚至我爸的每一个表情。我也经常做噩梦，总是睡不好。你做什么噩梦呢？梦到我走丢了，嚎啕大哭，到处找妈妈。你之前走丢过？没有，还好，我父母双全。那应该要更加珍惜。季老师，你刚才笑嘞。你到家了？对啊。